今天的这期节目啊，是一个粉丝留言啊让我聊的。本来呢我都不了解这个事儿，后来呢我在这个国内搜了一下，没啥信息，然后再来这个外网一看，好家伙啊，我看到那个视频，我手都哆嗦了，心里那个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今天啊，咱们就聊一件这几天啊都让全国人民啊都是气得睡不着觉的事儿——四川江油那个事儿。估计啊，大家伙多多少少都在这个手机上刷到过那个视频。一个瘦瘦小小的小姑娘啊，被另外几个看起来也大不了多少的丫头片子往这个死里面欺负呀！我跟你们说啊，这哪是孩子打架呀，这简直就是，我都不想用霸凌这个词儿了，这就是赤裸裸的犯罪啊！今天咱们就把这个事儿的前前后后，所有公开的消息啊，所有让人想不通的地方，好好的给它盘一盘。咱们先把这个时间倒回到这个2025年的7月22号，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午，地点呢在这个四川江油市一个废弃的楼房里。主角啊有几个，一个呢是咱们这个事儿里最可怜的人，一个14岁姓赖的小姑娘。你想想啊，14岁啊，上初中的年纪，正是天真浪漫的时候啊。可她那天下午经历的是地狱啊。另外3个是欺负人的，一个是15岁的姓刘，一个是13岁的也姓刘，还有一个14岁的姓彭。你看看这个年龄啊，13、14、15全都是未成年人啊。可是他们干出来的那个事儿哦，那叫一个老练啊，一个狠呀。那天下午3点多啊，这3个小太妹啊就把这个赖家妹妹啊堵在这废弃的楼里了。干嘛呢？先是骂，祖宗18代都给你问候一遍啊，然后就是吓唬威胁她。这个小姑娘肯定是怕呀，就哭了。结果呢，这个哭换来的不是同情，是更狠的毒打。根据这个网上流传出来的这个视频啊，那个场面哦，我跟你们学都学不出来啊，太糟心了。他们逼着这个赖家妹妹啊把这个衣服脱了，就让她穿了个内衣啊靠墙站着，然后呢找了一根长棍子，就跟抽牲口一样往身上抽啊。那打累了这还不算完啊，他们又逼着这个小姑娘跪下，从后面一脚一脚的踹她的背啊。这整个过程旁边还有他们的小伙伴都在围观看，不仅不拦着啊，还拿着这个手机在那儿拍视频，拍的那叫一个起劲啊。这叫什么？这叫团伙作案呀。视频里有个细节啊，不知道大家伙注意到没有？这个赖家妹妹啊被打的受不了了呀，就带着这个哭腔说啊：“别打我的脸，我爸看到会报警的。”你猜那几个小太妹怎么说啊？其中一个满不在乎的回了一句：“你觉得我们怕你吗？又不是没进去过。”另一个更嚣张啊，直接就在那儿吹牛啊，都进去10多次了，不到20分钟就出来了。你听听这个话啊，一个10几岁的小丫头啊，把进局子说的跟回家串门一样轻松啊，不到20分钟就出来，这是什么概念？这是在炫耀啊，炫耀他们有人罩着，还是在嘲讽咱们的法律对他们来说就是个摆设。有这个网友啊，把所有流出来这个视频片段拼了一下，从下午3点多开始啊，可能持续了差不多4个小时呀！我的天呀，4个小时啊，朋友们，那是什么概念啊？每一秒啊，对于那个14岁的小姑娘来说，都是无尽的恐惧、疼痛和屈辱啊！在那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破楼里啊，她经历了什么？咱们光是想想都觉得窒息啊！这起事件啊，最让我感到后背发凉的，甚至不是这个暴力本身，而是那几个施暴者的表演欲。你想想啊，在以前这个什么校园暴力啊，这个孩子打架，大多都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可能就是在什么厕所里或者什么小树林。为什么呀？因为那时候那些坏孩子他心里也知道啊，自己干的就不是好事啊，是见不得光的呀，他也得藏着掖着呀。但是现在呢，完全反过来了呀，他们不但不躲着，反而专门有人负责拍摄，专门要上传到网上。你看那个视频里打人的女孩啊，她躲这个镜头了吗？没有啊，她就是打给镜头看的呀，像是在炫耀，在展示自己的牛掰啊，自己的不好惹。这种心态啊，比那种单纯的拳打脚踢啊要可怕100倍啊。7月22号的晚上，小姑娘的父母就报了警。你想啊，自己家的孩子被打成那样，哪个爹妈能受得了啊？据说啊，他们还去学校找了好几次啊，想讨个说法。但是啊，魔幻的事情来了。
从7月22号报案一直到8月2号，这中间10来天呀，那几个打人的小太妹啊，就跟没事人一样。直到视频在这个网上彻底炸开锅了，瞒不住了，他们才被这个警察传唤到案。这个效率啊，咱们先打个问号。然后呢，到了8月4号，江油市公安局啊，终于公布了一个警情通报。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这份通报啊，直接点燃了老百姓心里憋了10多天的火药桶啊。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呀？被打的女孩赖某某，经过鉴定啊，头皮、膝盖多处挫伤，构成了轻微伤。打人的那几个孩子呢，也都找到了。公安机关依法对主要的2个施暴者15岁的刘某甲和14岁的彭某某啊，做了治安处罚。15岁的刘某拘留了13天，罚款1000块。那个14岁的彭某拘留10天，罚款800块。然后说啊，这2个人呀，要被送到专门学校去接受矫治教育。那个13岁的刘某义和旁边围观的人呀，被批评教育，让这个家长领回去严加管教。好了，这个官方通报就说完了，字不多，信息量很大，但不知道大家听完心里是什么滋味，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这个事儿就这么处理完了？轻微伤3个字啊，就能概括那个跪在地上女孩的恐惧和屈辱吗？我当时看到这3个字啊，我差点把手机给摔了。头皮挫伤，2个膝盖也青一块紫一块，这叫轻微伤？咱们老百姓不懂那些复杂的法医鉴定标准啊，咱们就讲人心。一个14岁的小姑娘被人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了4个小时啊，你最后告诉我就定性成了一个轻微伤，这心理创伤怎么算呀？那一辈子的阴影怎么算啊？是不是非得把人打残了打没了才不叫轻微伤啊？还有那句啊，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这话说出来又有多少用呢？这份通报一出来啊，网民当场就炸了，大家想的都一样啊，这处罚也太轻了吧，简直就是个笑话呀！这事儿啊，疑点还不止这些。后来呢，有这个记者去挖，发现这个赖家妹妹的手机啊，当时被那几个小太妹给抢走了。你想想，这个抢手机，这算什么行为了？结果江油警方怎么回应的？他们跟这个记者说啊，哎呀，这个手机呢，我们已经拿回来了，正在勘验。但是呢，因为这几个小太妹啊都没到16岁，所以啊不能按寻衅滋事罪啊立刑事案件，只能算行政案件。我听着都迷糊了啊。后来有懂行的这个网友就出来打假了，说不对啊，抢手机这个性质可就变了啊，这可以往这个抢劫罪上靠啊，只要满了14岁，抢劫可是要负刑事责任的。为啥到了江油警方这儿就非得往那个不够年龄的寻衅滋事上靠呢？这不是故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吗？而且啊，那个所谓的送到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啊，也被人扒出来好像是假的。有当地的居民说，就在他们应该被矫治的时候啊，还看见他们在这个外面悠哉悠哉的打台球呢。这下好了，老百姓心里的问号是越来越大了。这处理结果怎么看都像是在和稀泥啊！这法律条文啊，怎么解释怎么对打人的一方有利啊？这说好的矫治怎么跟放假一样啊？一连串的问号，最后都指向了一个可能性。一个在中国只要发生这种不公平的事，老百姓都会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性，就是这几个打人的小太妹，她是不是有什么背景？他们家里是不是有什么大人物？于是呢，各种传言在这个网上就传开了。有人说啊，其中一个的爹啊是这个江油市公安局的副局长，有人说的更具体啊，说一个爹啊是这个律师，还有人说啊，这个爹是江油市的市委副书记。你看看这个传言是一个比一个吓人啊！为啥老百姓会信这些啊？不是因为大家都爱传谣啊，而是因为眼前发生这一切啊，太不符合常理了。只有背景这个理由啊，才能解释为什么打人打得这么嚣张，为什么事后处理的这么轻巧。眼看着这个舆论的火就要烧到自己身上了，江油官方坐不住了。8月5号，他们又发了一个声明啊，这次是辟谣，说这个网上传的那些什么副局长的女儿、书记的女儿全是假的谣言。那这3个小丫头的父母到底是干啥的呢？这个官方也给了答案，有2个呢是无业游民，有2个在外省打工，一个呢在本地当售货员，一个呀在本地送外卖。你看看多普通啊，全都是咱们这样的底层老百姓啊。这个辟谣一出来啊，按理说大家伙就应该算了吧，原来是我们想多了，没有背景啊。但是呢，神操作又来了。江油警方在辟谣的同时呢，宣布抓了2个人，说他们因为在这个网上传播前面那些什么公安局副局长女儿这样的谣言啊，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要对他们进行行政处罚。
这一下这个老百姓彻底被惹毛了，这是什么操作啊？打人的小太妹又是未成年又是轻微伤，最后就关10来天，而我们这些在网上发几句牢骚传几句小道消息的吃瓜群众，你到反应神速立刻就抓人啊，还行政处罚，合着你们的雷霆手段全都用在对付老百姓的嘴上了，对付真正的恶霸你们就温柔执法。这个辟谣不仅没把这个火浇灭，反而更像是往这个火上浇了一大桶油啊！大家反而觉得这里面有猫腻了。哎，你这么着急抓这个谣言的人，是不是心里有鬼啊？是不是在杀鸡儆猴吓唬我们呀？让我们都不敢再说话了。所有的愤怒啊，所有的不满，所有的质疑，在8月4号那天彻底就爆发了。有这个视频就拍到那天啊，那个可怜的赖家妹妹的父母走投无路啊，来到了江油市政府门口，他们想干嘛？他们想求一个公道。视频里啊，那个父亲一个大男人当着所有人的面啊，对着一个拿着大喇叭的官员扑通一下就给跪下了，在那儿磕头啊，求这个青天大老爷给做主。而那个可怜的母亲啊，早都哭得不成样子了，她是聋哑人啊，说不出来话，只能用最原始的动作来表达她的悲痛啊。最后可能是悲伤过度啊，她两眼一黑，直接就昏倒在地了。面对这样一对绝望的父母啊，那个拿着大喇叭的官员在干嘛呢？他没有去扶一下那个昏倒在地的母亲，没有去安慰一下那个跪地的父亲，他在干啥？他在用大喇叭一遍又一遍的喊：大家请离开，不要围观，请保持秩序。这个画面啊，比那个打人的视频啊更让人心疼啊！他像一根针刺破了最后一层的窗户纸。老百姓是看明白了啊，他们根本不在乎你的冤屈，他们只在乎他们的秩序，他们的面子。这一下，这个围观的群众啊，彻底是怒了呀！凭什么让人走啊？人家女儿被欺负成那样，还不让说句话了？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到了下午，江油市的政府门口啊，各大主要路口啊挤满了人啊。他们来干嘛？他们不是来闹事的，他们就是想用自己最朴素的方式啊，讨一个公道啊。他们喊着口号，严惩凶手，还孩子真相。未成年不是打人的挡箭牌，他们还一起唱起了国歌。哎，你想想那个场面啊，得多震撼啊！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霸凌案了，它变成了一个公共事件，是老百姓对这个司法不公、对江油公权力失望的一次集体爆发呀。根据很多现场的人啊拍的这个视频，这个双方都爆发了冲突，还有这个记者打电话去问这个绵阳市公安局，人家怎么说啊？人家说没有这个暴力清场，是那些人啊阻塞交通，不听劝阻，我们才把他们啊带离现场。第二天啊，这个江油城里啊还是到处都是警察，这个气氛啊紧张的不得了啊！风波闹到这个地步，官方媒体啊终于又出来说话了，他们采访了有关部门，来解释大家最关心的几个问题。比如啊，为啥那个小太妹啊敢吹牛说自己进局子10多次，20分钟就出来了？官方的说法是啊，那是他吹牛吓唬人的。其实啊，他就因为一次纠纷啊进这个派出所调解过一次。哦，原来是吹牛啊！行，这个解释啊，咱勉强算你过关。那为啥事发10多天后才处理啊？这个官方说啊，我们要传唤所有人，要调查取证，还要做伤情鉴定，这都需要时间啊。这话说的嘛，好像也挺有道理的。但是啊，抓传谣言的网友怎么就那么快呢？至于这个处罚是不是太轻了？他们请了个当地的律师啊出来说，江油的警方啊已经是在最重的处罚幅度内予以处罚了。最后啊，这个官媒啊还发了一篇报道，说打人的那几个小太妹和他们的家长啊，已经给这个赖家妹妹啊赔礼道歉了，还采访了赖家妹妹的家属。家属在这个镜头前啊呼吁大家啊不要再传视频了，希望恢复正常生活。那看到这儿啊，我心里是五味杂陈啊。这个道歉啊是在什么样的压力下进行的？这个恢复正常生活是真的发自内心还是被希望的？我们都不知道啊。好了，那这江油事件的来龙去脉，咱们基本上就捋到这儿了。一个本来可以通过公正执法、真诚沟通来解决的个案，就这样硬生生的被他们办成了一场巨大的公信力灾难。所以啊，咱们老百姓愤怒的不仅仅是那几个小太妹的恶行啊，更是对这种僵化的、傲慢的、脱离群众的治理方式的集体反感啊。改变呢很难，但是如果不去改变这种思维模式，那江油啊就不会是最后一个。那类似的剧本啊，恐怕还会在其他地方换个名字重新上演。江油的风波啊，可能是暂时平息了，但它留下的问题啊，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唠到这儿了，希望这个可怜的妹妹啊，能够早日走出阴影，也希望这样的事啊别再发生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